朋友们，大家好。1992年7月15日的清晨，英国伦敦温布尔登工地一如往常，晨练、遛狗、推婴儿车的居民陆续的入园，开启了平凡的一天。23岁的 Rachel Nico 也牵着家里面的拉布拉多犬 Molly，推着2岁的儿子亚历克斯的婴儿车，走上了这条他无数次的散步路线。Rachel 呢是个个性开朗的年轻姑娘，她读过大学，做过兼职的模特，最大的梦想呢是成为一名儿童节目主持人。他和伴侣安德烈·汉斯康伯住在附近的巴纳姆区，日子过得平淡又温馨。每天早上带着儿子和狗狗来到温布尔登工地散步，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没有人想到这条熟悉的路会成为他生命的终点，更没有人想到这起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谋杀案会在之后的16年里成为了英国刑侦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污点。他让英国警方成为了民众的笑柄，毁掉了一个无辜男人的大半生，让一个连环杀手在警方的眼皮子底下持续的作案，甚至彻底改变了英国警方对犯罪心理侧写、卧底侦查和法医技术的认知。上午10点20分左右， Rachel 和亚历克斯走到了工地的一对相对僻静的林间小路，距离周边热闹的步行道只有不到200码的距离。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高大的男人突然从树后冲了出来。这是一名白人男子，棕色头发，手里拿着闪着光的刀。男人一把将亚历克斯从母亲身边推开，摔倒在地上，随即用力抵住 Rachel 的喉咙。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发生了令人发指的袭击。Rachel 身中49刀，其中颈部的致命伤几乎将她的头颅切断。袭击的过程中他还遭遇到了性侵。整个袭击过程疯狂又迅速，凶手没有留下任何的指纹，没有留下任何的凶器，甚至在最初的法医检测过程中连精液痕迹都没有找到。袭击结束之后凶手转身逃离了现场，留下了倒在血泊中的 Rachel 和毫发无伤却被彻底吓懵的亚历克斯。这个2岁的孩子排到了母亲的身边，抱着 Rachel， 试图用这种方式唤醒母亲。直到上午10点47分，一名路过的女性遛狗时，发现了浑身是血的亚历克斯和他身边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的 Rachel。 他立刻报了警。几分钟之后，大批警察封锁了整个温布尔登工地。英国近代史上最受关注的谋杀案调查正式拉开了序幕。我知道听到这里，很多观众就会想，光天化日之下，在人流密集的城市绿地犯下如此凶残的谋杀，凶手已经留下了不少的线索，警方肯定会很快就会锁定嫌疑人吧。但事实恰恰相反，这件案件从一开始就把警方逼进了死胡同。首先是目击证人。在案发的时间段里面温布尔登至少有500名游客和居民。警方前后录了超过4500份口供，却只找到了2名模糊的目击者。他们只看到了一个身高大约5英尺10英寸、20到30岁、棕色头发、穿白衬衫和蓝色牛仔裤的白人男子，没有看清面部，更没有看到过他行凶过程。唯一的完整的目击证人是只有2岁的亚历克斯，他能够提供的信息少得可怜。然后是现场的物证。凶手非常的狡猾，整个袭击过程干脆利落，没有留下任何属于他的指纹、毛发、纤维。警方翻遍了整个案发区域，只找到了2个模糊的鞋印，一把被遗弃在附近草丛的匕首，但匕首上没有任何的指纹和血迹。最让警方绝望的是，最初的法医检测中，从 Rachel 身上提取的亲密拭子样本里没有找到任何的男性 DNA， 甚至连 Rachel 自己的 DNA 都几乎没有检测到。当时的技术人员用了过度敏感的扩增方式，导致样本被污染，完全无法使用。换句话说，案发初期，警方手里就没有任何能够直接锁定凶手的物证，没有目击证词，只有一个凶残的犯罪现场和整个英国社会排山倒海的舆论压力。Rachel 的谋杀案在当时的英国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一个年轻的母亲在白天在公共场所带着自己的孩子被人残忍的杀害，这样的案件击穿了很多人的安全感。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头版头条全是 Rachel 的照片和案件的细节。英国民众纷纷要求警方尽快的破案，抓到凶手。负责这些案件的伦敦大都会警察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苏格兰场，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专案组有54名资深警探，他们排查了所有有性侵、暴力犯罪前科的人员，前后询问了32名重点嫌疑人，却都一一排除了嫌疑。案件调查陷入了僵局。1个月之后警方做出了一个决定，求助当时英国最负盛名的犯罪心理学家保罗·布里顿。保罗·布里顿在当时的英国几乎是神探一样的存在，他是英国犯罪心理侧写的领军人物，曾经协助警方破获了多起重大的性侵谋杀案件。
包括著名的斯蒂芬妮·斯莱特绑架案。他的侧写多次精准地命中了嫌疑人的特征，甚至被媒体称为现实版福尔摩斯，也是后来经典犯罪剧《解密高手》的原型人物。布里顿来到了案发现场，看完了所有的现场照片和尸检报告之后，给了警方出具了一份详细的犯罪侧写。他判断凶手是一个20到30岁的单身男性，离群索居，社交能力极差，智商和文化程度中等偏下，有极度扭曲的性虐幻想，对刀具和神秘学感兴趣，大概率从事体力劳动，住所离温布尔登工地不远，步行可达，而且大概率有过偷窃、漏音或者猥亵的前科。这份描写成了警方当时唯一的救命稻草，他们立刻拿着这份侧写，在温布尔登工地周边的区域进行排查。同时他们在 BBC 的王牌犯罪节目《犯罪观察》上面播出了案件的模拟还原，公布了这份侧写，向公众征集线索。节目播出之后警方接到了800多个举报电话，其中有4个电话都提到了同一个名字——科林·斯塔格。科林·斯塔格当时30岁，失业，住在了距离温布尔登工地不到1公里的工作房里，单身，没有稳定的工作，每天的生活就是带着自己的狗去工地散步。警方立刻盯上了他，然后去他的住所搜了一遍。这一搜让警方坚信他们找到了布里顿侧写里的那个凶手。在斯塔格的公寓里面，警方搜出了大量的色情杂志、关于神秘学和邪教的书籍，还有一个简易的祭坛，上面摆着蜡烛和符咒。斯塔格承认自己对神秘学有兴趣，也承认自己案发当天早上确实去过温布尔登工地遛狗，只是因为头疼提前回了家。所有的特征都完美的契合布里顿的侧写。警方当时欣喜若狂，觉得案件终于要告破了，但很快他们就被泼了一盆冷水。他们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够把科林·斯坦格和 Rachel 的谋杀案联系起来。斯塔格没有任何暴力的犯罪的前科，只有过一次漏音的轻微违法记录。案发当天他的行踪除了他自己，没有任何人能够证明，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推翻。警方反复的比对了现场的鞋印，和斯坦格的鞋子完全不符。那把在现场附近找到的匕首上面也没有斯塔格的指纹。最重要的是现场没有任何的物证能够证明斯塔格去过案发的那片林间小路。换句话说警方手里的所有的证据只有一份心理侧写和一个符合侧写的人。但舆论的压力越来越大，警方已经骑虎难下。他们坚信斯塔格就是凶手，只是不肯认罪。于是在保罗·布里顿的建议下，警方策划了一场英国刑侦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后来被骂得最狠的卧底行动，代号艾兹戴尔行动。这个行动的核心就是我们常说的美人计。警方派出了一名来自苏格兰场特种行动组的卧底女警，化名利奇·詹姆斯，去接近科林·斯坦格，试图用感情引诱他说出和谋杀相关的内容。利奇接近斯坦格的方式现在看来简直是荒诞到了极点。警方发现斯坦格在2年前曾经给一家报纸的孤独之心专栏写过一封信，信里面写了他的一些性幻想，而收信的那个女人觉得这封信太过的冒犯，交给了警方。于是利奇就以这个女人的朋友的身份给斯坦格写了第一封信。在信里利奇说他在朋友那里看到了斯坦格写的信，不仅没有觉得被冒犯，反而被深深的吸引。他自己也有很多相似的大胆的性幻想，希望能和斯坦格成为笔友。这封信彻底击中了孤独的半辈子的斯坦格。他从小性格内向，没有什么朋友，更没有过恋爱经历。突然收到了一个金发美女的来信，对他表达好感，还愿意和他聊那些他不敢和别人说的幻想，他立刻就沦陷了。从1993年1月开始，斯坦格利奇开始了长达5个月的书信往来。利奇在布里奇顿的指导下，一步步的给斯坦格洗脑。他不断的在信里面写自己对暴力、性虐有着强烈的幻想，只有那些做过大胆的、极端的事情的男人才能够真正的吸引他，才能够让他真正的交付自己。他不断的暗示斯坦格，只要他告诉自己他做过 Rachel 谋杀案那样的事情，他就会彻底的爱上他，和他在一起。在这5个月里他们不仅写信，还多次通电话，甚至在伦敦的公寓里面见了4次面。每一次见面利奇都会带着窃听器，在布里顿的远程指导下，一步步的引导斯坦格承认自己杀了 Rachel。但让警方和布里顿都没有想到的是，无论利奇怎么样诱导、怎么暗示，甚至怎么明示，斯坦格始终坚称自己没有杀过人。他为了迎合利奇，确实编造了一些自己的暴力经历，甚至说了一些关于 Rachel 案的细节，但这些细节全都是他从报纸上面看到的，没有任何一个是只有凶手才知道的内幕。
最讽刺的一次呢，是里奇在斯坦格生日那天和他见面，直接摊牌说：“我只有一个要求，我想和一个杀过人的男人在一起，只有那样的男人才能够满足我。如果你告诉我你杀了 Rachel， 我现在就跟你走，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但斯坦格的反应是脸色惨白，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对不起，我真的没有做过，我不是你要找的那种人。”到这里呢，这场卧底行动其实已经彻底失败了。一个无辜的人在长达了半年的高强度的引诱下，始终没有承认自己做过的事情。但警方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舆论也已经把斯坦格钉在了凶手的位置上，他们已经没有了回头路。1993年8月，警方还是以谋杀罪逮捕了科林斯坦格。逮捕他的那天的媒体蜂拥而至，报纸的头版头条全是 Rachel 案的凶手落网的新闻，整个英国都在欢呼，终于觉得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斯坦格在看守所被关押了13个月，直到1994年9月，案件正式开庭审理。而这场庭审成了整个案件的转折点，也成了苏格兰场的耻辱柱。庭审一开始呢，斯坦格的辩护律师就直接向法官提出，要求排除所有利奇·詹姆斯和保罗·布里顿的证据。辩护律师说，这场所谓的卧底行动根本不是调查，而是一场赤裸裸的恶意的诱供，是警方用欺骗和性诱导的方式逼着一个无辜的人去承认自己没有犯过的错。法官奥根纳尔爵士花了5天的时间，听完了所有的录音、书信和证词，然后做出了一个让整个英国都哗然的裁定。他说，这场卧底行动是警方用最恶劣的欺骗行为去恶意构陷一个嫌疑人，是对英国司法程序的彻底践踏。所有来自这次行动的证据全部无效，不予采纳。没有了这些证据，警方手里没有任何能够指控斯坦格的东西，只能够当庭撤回起诉。法官当场宣布科林斯坦格无罪释放。听到这里，很多听众会觉得案件尘冤昭雪，警方总该回去重新去找真正的凶手了吧？但事实再次让所有人失望。斯坦格被无罪释放之后呢，警方不仅没有道歉，反而对外宣称案件的调查已经结束，我们不会再去寻找其他的嫌疑人。言下之意就是，我们还是觉得斯坦格就是凶手，只是他侥幸地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英国的小报媒体更是变本加厉地攻击斯坦格。他走出法院的时候，被围观的人围追堵截，所有的人都在喊凶手，绞死他。之后的14年里，斯坦格成了整个英国的全民公敌。他走到哪里都被人指指点点，找不到工作，没有朋友，甚至连出门买东西都会被人辱骂。他的人生已经被这场无妄之灾彻底的毁掉。而就在警方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科林斯坦格身上，对着一个无辜的人穷追猛打的时候，真正杀害了 Rachel Nichols 的凶手正在伦敦的东南部继续着他的恐怖犯罪。甚至呢，在斯坦格被逮捕的同一个月，他又犯下了一起让整个伦敦为之颤抖的灭门惨案。这个真正的凶手就是罗伯纳·克莱夫·纳博。我们现在回头看，会发现一个令人窒息的事实。在 Rachel 案发生的时候，纳博早就已经在警方的视线里了，甚至警方有无数次的机会可以在他杀 Rachel 之前就把他抓起来，阻止之后的所有的可能的悲剧。罗伯特·纳博1966年2月25日出生在伦敦的东南部的爱丽丝，是家里面的长子。他的童年呢充满了暴力和创伤。他的父亲呢是个驾校教练，有严重的家暴行为。纳博从小就亲眼看着父亲殴打自己的母亲。这段经历呢，在他的心里埋下了深深的仇恨。在他10岁那年，父母离婚，他和弟弟妹妹被送往了寄养家庭，还接受了长达6年的心理治疗。12岁那年呢，纳博在一次露营中被一个家庭朋友性侵，这件事成了他人生的第2个转折点。从那之后，他的性格变得更加的孤僻、偏执，有严重的强迫症，极度爱干净，同时开始出现了扭曲的性幻想。他会偷窥自己的妹妹换衣服，欺负自己的弟弟，和所有的人都保持距离。成年之后呢，纳博在英国国防部的仓库里面找了一份仓库管理员的工作，住在伦敦东南部的普拉姆斯特德，离格林练步道很近。这条长达数英里的林间步道后来成了他犯罪的天堂，他也因此得到了一个外号——格林练强奸犯。纳博的犯罪生涯早在1989年就开始了。1989年8月，他闯入了普拉姆斯特德附近的一户人家，用刀威胁了一个30岁的母亲，当着他2个孩子的面强奸了她。这是他第一次犯下了强奸罪。而仅仅2个月之后，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母亲。他的母亲听到了之后呢，吓坏了，立刻呢给当地的警察局打了电话。
他告诉警察说，我的儿子跟我说他在特拉姆斯特德工地附近强奸了一个女人，你们快去调查他。但警方的处理方式呢，简直敷衍到了极致。他们只是简单的查了一下报案记录，说没有找到对应的强奸案报案，然后呢就把这件事情抛到了脑后，既没有去找纳博谈话，也没有做任何的进一步的调查。他们不知道的是，那起强奸案的受害者因为害怕报复，根本没有报警。这是警方第一次错过纳博，也是他们无数次的失误中的第一次。从1989年到1992年，纳博伦在格林练步道周边犯下了至少106起性侵犯罪，受害者呢多达86人。从漏音、偷窥到持刀猥亵、暴力强奸，罪行一步步的升级。他的作案模式呢非常的固定，专门挑独自出行的女性，尤其呢是带着孩子的年轻女性下手。他觉得带着孩子的女性是为了保护孩子呢会更加顺从，不会激烈的反抗。1992年3月，他在8天里连续袭击了2名10几岁的女孩，其中一起呢是强奸未遂，另一起呢是持刀性侵。1992年5月，也就是 Rachel 案发生的2个月前，他在格林练步道上袭击了一名22岁的年轻母亲，当着她2岁女儿的面掐住了她的脖子，殴打她，然后强奸了她。这起案件的作案模式和2个月之后的 Rachel 案几乎一模一样。白天，公共场所带着幼儿的年轻母亲，持刀先控制孩子，再袭击母亲，性侵伴随暴力。但警方根本没有把这2起案件联系起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温布尔登工地的案子上，都在科林斯坦格身上。更离谱的是，1992年8月，也就是 Rachel 案发生后的1个月后，警方公布了格林练强奸犯的模拟画像。纳博的邻居看到了之后呢，立刻给警方打电话，说这个画像就是住在隔壁的罗伯特·纳博。警方呢就让纳博来警察局配合调查，提供血液样本做 DNA 比对，但纳博2次都爽约了，没有出现。而警方的处理方式呢，依然是不了了之。他们甚至因为呢纳博的身高是6英尺2英寸，而目击者说格林练强奸犯的身高是5英尺10英寸，就直接把他从嫌疑人的名单里面排除了，连最基本的背景调查都没有做。这是警方第2次、第3次、第无数次错过纳博。他们不知道，这个被他们随手排除的男人，就是他们找了很久的格林练强奸犯，也是杀害 Rachel Nichols 的真凶。1993年11月，也就是科林斯坦格被警方逮捕的第3个月，纳博犯下了他人生中最凶残的一起案件，也是普拉姆斯特德密门案。受害者呢是27岁的萨曼莎·比兹利和她4岁的女儿贾斯敏。萨曼莎呢是个单亲妈妈，住在普拉姆斯特德的一间地下室公寓。纳博呢已经偷窥了她很久。1993年11月3日，纳博闯进了萨曼莎的公寓，用刀袭击了她。萨曼莎拼命的反抗，却被他刺了超过70刀，其中1刀呢切断了她的脊髓，让她瞬间失去了反抗能力。杀害了萨曼莎之后呢，纳博对她的尸体进行了令人发指的毁灭。他切开了她的胸腹，拉开了她的肋骨，暴露了她的内脏，甚至切下了她身体的一部分，当作战利品带走。之后呢，他走进了卧室，性侵了4岁的贾斯敏，然后用枕头把她闷死了。萨曼莎的男友第2天发现了现场，当场精神崩溃。就连负责拍摄现场照片的警方摄影师，在看完现场之后，直接请了2年的长假，再也没有回到工作岗位上。这起惨案呢，震惊了整个英国。警方给凶手起了个外号，叫做普拉斯姆特德开膛手。负责这起案件的警探呢，很快就把这起案件呢和之前的格林练强奸案联系了起来。他们在现场找到了纳博的指纹，通过指纹比对，很快就锁定了罗伯特·纳博。1994年5月，警方逮捕了纳博。在他的公寓里面，警方搜出了大量的刀具，还有他手绘的伦敦地图，上面标记了上百个他准备下手的地点，还有他写的日记，里面全部都是关于强奸、虐待、谋杀、扭曲的性幻想。1995年10月，纳博呢因萨曼莎·贾斯敏的谋杀案被判处无限期的监禁，关押在了英国安保等级最高的布罗德莫精神病院。法院同时认定呢，纳博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和阿斯伯格综合症，他的精神状态呢，让他永远不可能被安全的释放。听到这里呢，大家一定会问，警方都抓到纳博了，都知道他是连环的强奸犯、连环凶手了，难道就没有发现他和 Rachel Nichols 的谋杀案有关吗？答案是他们发现了，但他们直接忽略了。其实在纳博被逮捕之后，就有警探提出纳博的作案模式和 Rachel 案的高度相似，应该把他列为 Rachel 案的嫌疑人。
但当时负责 Rachel 案的专案组直接拒绝了这个提议，因为他们依然坚信科林斯坦格就是凶手，哪怕法庭已经判了斯坦格的无罪，他们也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更讽刺的是呢，保罗·布里顿，那个给 Rachel 案做了侧写的犯罪心理学家，同时也是塞曼莎母女谋杀案的侧写师。他明明同时经手了2起案件，却明确地告诉了警方，这2起案件不是同一个凶手干的，彻底堵死了调查纳博的路。警方甚至在1995年和1996年2次询问纳博，问他有没有杀害 Rachel Nichols， 纳博都否认了。警方没有做任何进一步的调查，就直接把他从嫌疑人的名单里面划掉了。就这样 ，Rachel 案的真相又被尘封了整整7年。而这7年里，科林斯坦格依然活在凶手的骂名里面 ，Rachel 的家人依然活在痛苦里面，而真正的凶手就在布罗德莫精神病院里面被警方彻底的遗忘。直到2002年，也就是 Rachel 案发生的10年后，事情才终于迎来了转机。这个转机呢，来自于法医的 DNA 技术的飞速发展。1992年案发的时候，警方只能够检测到相对大量的 DNA 样本，而纳博在现场留下的只有极其微量的 DNA 的痕迹，当时的技术完全无法检测，甚至还因为操作不当污染了样本。而2002年，英国的法医技术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已经从微量的样本里面提取出完整的 DNA 图谱。于是呢，苏格兰场成立了一个冷案调查组，重启 Rachel Nichols 的谋杀案，代号依然是艾兹戴尔行动。只是这一次，他们的目标不再是构陷一个无辜的人，而是找到一个真正的凶手。负责这次调查的法医团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当年从 Rachel 身上提取的所有拭子样本、衣物样本全部都重新拿出来，用最新的技术重新进行检测。当年的检测人员用了过度敏感的低拷贝数检测方法，导致样本被污染，没有得到任何的结果。而这一次呢，法医团队换了一种思路，他们先用基础的28循环扩增法建立了样本的基线，然后呢再进行提纯和浓缩，剔除样本里面的杂质和污染物。经过长达18个月的反复检测，法医团队终于从样本里面提取到了一份完整的男性 DNA 图谱。这份图谱呢，不属于 Rachel 的伴侣安德烈，也不属于他的儿子亚历克斯，只可能属于杀害他的凶手。警方立刻把这份 DNA 的图谱输入到了英国国家 DNA 的数据库进行比对，而比对的结果呢，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这份 DNA 呢，完美的匹配了罗伯特·克莱夫纳博。这个被警方忽视了整整10年的男人，这个已经被关在精神病院里的连环杀手，才是杀害 Rachel Nichols 的真凶。但警方没有立刻起诉纳博，他们知道这起案件已经经历了一次荒诞的冤案，这一次他们必须拿出铁证，不能有任何的差错。接下来的几年里，警方补充了大量的证据链，他们在当年的亚历克斯的头发里面提取的碎屑中找到了一片极其微小的红色油漆碎片。经过比对呢，这片油漆和纳博当年一直随身携带的红色工具箱的油漆成分完全一致。他们重新检测了案发现场的鞋印，通过实验证明，当年的鞋印之所以比纳博的鞋子小一点，是因为泥地的真空吸附效应会让鞋印比实际的鞋码偏小。那个鞋印呢，就是纳博的鞋子留下的。他们还找到了当年纳博在国防部仓库工作的记录，证明 Rachel 案发当天他正好请假，没有上班，有充足的作案时间。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罗伯特·纳博。2007年，警方正式以谋杀罪正式起诉了罗伯特·纳博。2008年12月，在伦敦老贝利中央刑事法庭，纳博当庭认罪，承认了自己在1992年7月15日杀害了 Rachel Nichols。法庭最终以减轻刑事责任为由，判处他过失杀人罪，继续在布罗德莫精神病院接受无限期的监禁，永远不得假释。在纳博认罪的同一天，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助理局长约翰耶茨代表苏格兰场公开发表声明，向柯林斯坦格正式道歉，承认警方当年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给他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几个月后呢，英国政府给了斯坦格支付了70.6万英镑的赔偿，这是英国历史上针对司法误判的最高额赔偿之一。从1992年案发到2008年真凶认罪，整整16年的时间，这起案件终于落下了帷幕。最后呢，我们来简单复盘一下这起案件里面警方到底犯了多少致命的错误。1989年，纳博的母亲亲自报警说儿子承认了强奸，警方没有跟进，错过了第一次阻止他的机会。1992年 Rachel 案发生的前2个月，纳博犯下了模式完全相同的强奸案，警方没有将2起案件并案调查。1992年，
邻居举报纳博符合格林链强奸犯的画像，警方因为身高不符，直接排除了他，甚至没有让他提供 DNA 的样本。1993年，纳博因为偷窥被警方询问，警员呢在笔记里面写下了此人行为怪异，有强奸犯的嫌疑，但依然没有任何的后续调查。1994年，纳博因为谋杀罪被逮捕，警方明明有机会把他和 Rachel 案联系起来，却因为不愿意承认对斯坦格的调查错误，直接忽略了所有的线索。甚至连被奉若神明的犯罪心理学家保罗·布里顿也因为对自己的侧写过于自信，完全忽略了两起谋杀案的共同点，成为了冤案的帮凶。23岁的 Rachel Nichols 在最好的年纪里失去了生命，他的儿子亚历克斯2岁就亲眼目睹了母亲的惨死，之后的人生一直活在创伤的阴影里。克林斯坦格因为一份心理侧写，因为警方的固执和傲慢，被毁掉了14年的人生。而罗伯特·纳博在警方的眼皮底下，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犯下了上百起性犯罪，夺走了3条无辜的生命。这一切本有无数次的机会可以被阻止，但遗憾的是，伤害已经造成，再也无法弥补。如今呢，罗伯特·纳博依旧被关押在布罗德莫精神病院，直到今天呢，他依然拒绝承认自己犯下的绝大多数的强奸罪，除非警方拿出了铁证，否则他绝不开口。而柯林斯坦格呢，用赔偿款呢买下了自己住了一辈子的公租房，依然每天带着狗去散步，只是再也不会去温布尔登工地了。这就是 Rachel Nichols 谋杀案的全部真相。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再会。